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志工早会，我是赖瑞玲。节目一开始，我们一样先来关心天下人和天下事。首先聚焦的是在北美，美国现在呢正面临冬季的考验，特别是暴风雪了。其实从加拿大的北部、南部一直到美国的北部，目前呢都笼罩在暴风雪之下。您可以看到现在的积雪之深啊，将近有1层楼之高。而在上一周开始呢，这个暴风雪还有一个名称叫做炸弹气旋，可以想而知，它的风雪的风势跟雪的雪量都是非常惊人。目前已经有灾情传出，首先是在山区，有一些呢度假胜地原本是滑雪的地方，现在必须要全面的关闭，而更直接的就是大家上课以及上班也都停止了，还有国际机场也被迫来终止所有的飞机起降，以测安全。有一些社区呢也因为大风雪的关系阻断了交通，社区宛如孤岛一般，非常需要外界的救援。现在正在等待这一段风雪能够稍微止息下来之后，就立即来展开救援的工作。除了在北美洲的美国有暴风雪，其实南半球的澳洲最近也是考验不断。澳洲大家都知道，森林大火已经延烧了将近4个月之长，但是呢，就在上一周的时候开始降雨，而这个雨呢来得又快又急，在首都的坎培拉，甚至于有了冰雹的状况出现。冰雹呢，它的颗粒也非常的大，而且立即有灾情传出，才短短的1-2个小时，电话线几乎就被打爆了，大家都不断的求助，因为这来得非常的突然，甚至于有一些交通也都受到了阻碍。而另外一方面呢，原本大家希望降雨可以为长期以来的这个森林大火能够稍微止息一下，确实有达到了这样子的目的，但同时间也因为大雨的关系，失去植披的山坡地也产生了泥石流，接续下来的一连串的所造成的积水以及土石流还有坍塌的问题也就应运而生了。到底澳洲的最新状况如何呢？我们透过以下这则报道一起来关心。一头小无尾熊低头舔着地上的雨水解渴。I've never been this close to a koala. 西南威尔斯省摩里镇一对母子在路边看到这让人心疼的一幕，赶紧用手机拍了下来。而在西南威尔斯省的澳洲爬虫动物公园，工作人员冒着大雨，抱着2只无尾熊走过湍急的桥面，紧急撤离。澳洲东部从15号开始的降雨虽然受到欢迎，部分地区却下得太凶猛。Our property and it was about half a metre deep. 短短1-2个小时，降下330毫米的雨量，几乎是1月平均降雨量的2倍。We saw some 1 in 100-year thresholds being met over southeast Queensland. 道路毁损，民众划起小船，大雨还引发土石流，街道上汽车泡水。There's a car there, a yellow one, gone. 一辆汽车遭到倒塌的大树压到，车窗严重受损，车上2人幸运逃脱。大雨引发的灾情让居民始料未及。Well, firstly, I thought, oh wow, that's going to be really difficult to kind of clean up, and then I realised it's a lot worse than I thought it was. So I really didn't know what to do. 昆士兰省主要道路关闭，西南威尔斯省部分地区停电。根据澳洲媒体，这几天的降雨让西南威尔斯省的野火从原本的100多起下降到大约75起。不过，再往更南的沿岸，还有灾情惨重的袋鼠岛，都还没有下雨。再次的跟大家分享啊，这个澳洲的森林大火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的止息，而虽然大雨给予了及时的帮忙，但是大雨的雨量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如果以维多利亚省为例啊，当地呢虽然它的森林火灾的面积是逐步获到控制，但是这一场雨，大家在淹水上的求救，短短的24小时之内就涌入了500多通的电话，除了人受困其中，更不用提的是动物了。最新的报道，其实有5亿个生命，也就是动物，它因为火场的关系而不幸的丧生。紧接下来的，除了是生命上的以及人和动物之外，接下来就是环境上的影响了。从最早先前的空气污染，到现在整个植披地貌的改变，大家都开始担心。
如果雨又没有停，或是雨没有下得刚刚好，可能这一场土石流所造成的伤害会更加的扩大。看到澳洲的情形，其实大家都非常的关注，也期待能够早日让整个灾情能够获得控制。而要如何做到呢？上人在今天的志工早会里特别叮咛大家，除了用行动来表现，也希望大家用心念来祝福。在行动的表现上面，我们的澳洲志工就捐赠了一个崭新的救火车，而这救火车里面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哦，除了及时性之外，它也能够帮我们做很多的科学判断。而另外，希望大家共同来虔诚祈祷，您的一份善念跟祝福，相信可以用心灵的调和来调和天气。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一段上的开始。看到了澳洲这一阵子的野火，从9月啦开始，美国开始，又有印尼。到了澳洲，这样一连串上过1000点的几千个点那个火点不断燃烧，已经呢到现在火点呢都还继续的，只是呢烧光了就熄灭。人要去打火，其实困难重重消防队啦，消防队员也已经呢损失了20多人，看了都很不舍这么勇敢进入火场死伤这样实在是很令人悲但是呢，火还是不断在燃烧的啦。这就如澳洲，它很期盼的下雨，因为呢，它很热，而且呢很干，火一直打不下来，所以大家转一个心念。祈求能不能有下雨？那雨下了，就换成了另外呢，多了一波的这个水灾。水灾也是严重，所以水火灾情在澳洲已经呢灾情重重，但是。火灾啦，一直到了在过年前，从台北回来前几天已经呢，请欧洲赶快再增加这消防车给他们。天灾虽然这一次的火灾太久了，真正的对地球的伤害，空气的污染实在是很严重，到现在还要很担心，不知这一颗地球这一波的火灾要到什么时候？过去都常说天灾啦，过去很快就会过去，这一波呢没有很快。还在天天注意了它，天天呢都得来信息，都还是呢还没有扑灭，所以很挂心。但是又接到了那样的地震，现在全球好像呢地震不休，菲律宾也是它很接近台湾的，那菲律宾也是从11月、12月有几次的地震，尤其是过年前，在
新历过年前也是有一波很大的灾情，感恩全球的慈济人，爱的能量汇合，现在菩萨招生还是要更快一点。气候变迁现在还要加2个字，紧急，就是要紧急，赶快，大家要启动哦。总是请大家要用心用爱，付出以行动。4大不调的警钟更是提醒我们，真的人间菩萨要更多，希望用行动来付出爱和关怀。刚才上人在开示中特别提到的地震，其实对于台湾人来说并不陌生，但是对于现在的菲律宾人来说，真的是非常的恐惧，因为他们在短短的2天之内就有超过100多起的地震。深究这个原因呢，是因为他们邻近的火山塔尔火山在上一周呢开始有了喷发的状况，火山灰呢随着这个大量的喷发而到了空中又降了下来。您在画面上所看到的就是当地的农作物受到了火山灰的影响，而成了一片白茫茫的景象。而这样子的其实会影响到的不仅是居民的健康之外，其实对于整个农损，也就是农业损害也是非常的大。目前估计呢已经超过了有27亿的台币。目前为了要能够躲避这火山灰以及火山可能的影响，撤离的人口数已经超过12万人。但是呢，大家到了避难中心又发觉物资不足，所以只好赶紧又回到家。回到家之后，看到自己的家完全都变了模样。地震呢还持续的不断发生着，而当局呢虽然做了很多的因应措施，还是希望平安的人要为正在受苦难的人给予一份虔诚的祝福。除了关心呢在菲律宾之外，另外也是到了岁末的时刻，虔诚的心念少你一人都不行哦。在各地的岁末祝福呢，也都是如火如荼的展开了。而在昨天，我们在花莲的静思堂也举办了4大志业与花莲志工的岁末祝福，由上人亲自主持。这场岁末祝福呢，非常的温馨啊，而且到的人就超过了2500多人。大家呢共同聆听上人的开示，也用最虔诚的心念来祈祷能够4大调和。我们就透过以下的这则报道，来看看在活动现场的情形。慈济志工和4大志业深入经藏，演绎病苦。花莲区岁末祝福一开始就引领大众回顾2019年。花莲慈济医学中心儿科团队完成首例小儿心导管手术，身为东部小儿重症的最后防线，这群大医王承担起守护生命的使命。本院出生的新生儿呢，死亡率是最低的，降到0。我们儿科重症照顾的团队死亡率也是在这几年当中有很明显的下降，让他们不用往北部或者是西部奔波，能够帮助更多的孩童。那也感恩上人以及院长还有主任，作为我们最坚强的后盾。访视志工黄玉文是癌末患者，原本被宣判生命只剩3个月，一念心发愿做慈济，癌细胞跟着退散，活了下来，超过5年。在一次次的家访中，我看见贫病交加的苦，我突然发现我一点都不苦。我想是慈悲的力量，让我的癌细胞愿意跟着我一起行善。承着证严上人的悲愿，来自海内外的家人受证成为慈济志工，同时领收福慧红包，接下满满祝福。我们更以众串精神4大志业更提起纵串，真心发愿，以佛心为己心，以师志为己志，生生世世为佛教，心心念念为众生。净施花脉，勤行道，慈济中门，人间路。重创的精神，请大家人人好好的把握，好好的传承。期待慈济人步步精进，代代相传，不断传承陪伴，汇聚爱的能量。2020年持续照亮世间苦难角落。
每一场岁末祝福都是引领着我们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又透过呢这新发议，也就是受证的慈诚委员，也勿忘我们每一个人的出发心。而在昨天这一场啊，真的是非常的温馨，除了有4大志业的主管参与之外，花莲地区志工的见证跟分享，也让许多人非常的感动，流下了眼泪。可以看到的是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彼此之间的相辅相成。慈善里因为有医疗可以彻底的拔苦，而在医疗里面因为有了慈善，就像那份软实力一样，多了一份温馨跟爱。而再透过大家的众串连结，让这社会资源跟慈济的力量能够做紧密的结合。当然每一个发愿的过程都是要回归到社区做善的行动，而这善的行动里呢，落实在不同的社区里，就像现在大家都在举行的就是岁末的围炉了。每年的围炉呢，都是我们志工最期待能够跟照顾户一起来享用如家一般的温暖，透过一锅的热汤还有点心，能够分享这一年来的点点滴滴，也为彼此呢给予最高最高的祝福。而在我们的精舍，其实就是慈济的大家庭啊，也在日前举办了岁末围炉，来邀请我们邻近的这些照顾户能够一起来做围炉的过程当中呢，除了有发放之外，我们的志业体主管也用上菜秀的方法来表达我们一份虔诚的心意。火锅暖暖的，心也暖暖的。而到了岁末之际，其实也要大家戒慎虔诚，加紧脚步。上人在今天的志工早会上就特别提到，其实天下的苦难偏多，还有很多人需要帮忙，就像是在塞尔维亚、菲律宾等等，都希望大家能够汇聚善念。我们来聆听这一段上的开始。塞尔维亚，大家也许呢，一般都不认识塞尔维亚在哪里。在慈济人呐，常常听师父口中提起塞尔维亚，老实说，我心里呢也挂虑的塞尔维亚有一群难民，已经呢熬过7年多，将近8年啦。到了寒冷夏天，不管是冬天、夏天，夏天的热，冬天的冷，慈济人还要去帮他们换冬衣、夏天的衣服，寒冬啊都要去帮助他们更换等等，在生活的一切用具，慈济人都去关心。昨天送给他们保暖的冬衣啦，看到他们还是呢有那样的期盼的回家那样的心又不舍。像这2位，记得那个时候还小小的，现在已经这么大了，这叫做岁月那慈济人的爱呀，还有现在在大陆也是寒冷，今年的寒冬也是有的地方真的比往年的寒冬有下雪等等。那慈济人在这个寒冬将要过年的这个时候，看到大陆很多的企业家，人人展发出了他们的爱，那样很温馨这人的那样光耀的生命，发挥给了慈悲利他。看到当
地的菩萨，他们呢都是先去探勘，探勘的时候了解这个家庭需要怎么样的，帮他们过个好年，温暖呐，该修改的房屋帮他们修，那该补贴的墙壁屋顶都是呢帮他们清这修补啦，或者是全新的这房屋屋顶重盖等，还有呢里面生活的工具的生活的物资，完全帮他们更新很多几个省都有这样的，同时动员都是爱的能量，很用心菩萨人间展现在社会里，看了都很感动哦。这都是在岁末的时刻，不只是在大陆，还有香港呢，也是一样啊。很多人总是一念心来营造出了善的能量。这一周就是要过年了，大家都说要过年关，但是这一个关口对于幸福的人来说可能是欢欢喜喜，但是对于许多像是难民或者是无法能够安住安心的人来说，却是不好过年的。刚才我们看到上人开示里提到的塞尔维亚的难民，其实呢，他们是颠沛流离，从中东来到了塞尔维亚，可是这也不是他们长久的家。现在在塞尔维亚的气温，哪怕是在有太阳的时候，也只有1度。因此真的是非常的冷，许多的孩子从小孩到现在7、8年过去，长大了，家还在哪儿呢？另外也看到了，在我们刚才中国大陆看到这些乡亲们，其实他们也需要的就是一个安身立命、给予温暖的地方。志工线上的关怀，除了是物质上的即时必需品之外，还有的就是那份温馨的问候了。许多的独居长者，他们呢没有办法有家人孩子环绕在身边，志工就做他们的孩子。我们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幸福的可贵，也期待您透过您的一份善念以及善的行动，能够祝福他们，也能够安心的过好年。感恩你今日的收看，也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再会。前方